老常家有3个儿子，三兄弟性格迥异。老大常满人到中年事业有成，老二常叔是个柔弱的娘娘腔，老三常欢则是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花花公子。老常夫妻年纪越来越大，患了老年痴呆。常满的妻子程大嫂不仅尽心尽力地照顾公婆，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。对于这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大嫂，常叔和常欢都很喜爱。常满和程大嫂结婚7周年纪念日这天，常叔带回一束自己插的花送给她。身为电台 DJ 的常欢则在收音机里祝大嫂纪念日快乐，并点播了她最爱的歌。程大嫂做了满满一桌菜，身为丈夫的常满却迟迟没有回家。他忘了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，却记得和情人在一起1周年的日子。两人正在高级餐厅庆祝，为了讨情人欢心，常满更是眼睛都不眨地买下了8万多的镯子。或许他记得7周年纪念日，只是认为结发妻子可以随便打发。这时门铃响起，程大嫂满心欢喜，以为是常满回来，结果来人却是表姑妈无双。她照惯例来帮常妈常爸做脚底按摩。无双辈分大年纪小，是个短发皮衣的机车女孩，英姿飒爽，行事作风像个男孩。对于无双的到来，最不满的是常叔，两人从小到大就是死对头。对于二人的针锋相对，家人们早已见怪不怪。常满很晚回到家，他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带。看到桌上的插花，顺手拿过送给程大嫂，态度肉眼可见的敷衍。程大嫂却开心接过，拿出自己买的花 T 恤送给常满。对于老婆的审美，常满嫌恶之色溢于言表，和他很有品味的情人比起来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程大嫂满怀期待的纪念日就这样草草收场。还在电台代班的常欢接到听众来电，对方名叫何李玉，是麦当娜资深影迷，坚信自己有一天能进军好莱坞。常欢觉得他是个疯婆子，嘱咐他记得到电台领取光碟后便挂断了电话。不多时，何李玉如约而至。常欢有翻脸不认人、情场鬼见愁之称，换女友的速度比换衣服还快。何李玉属于他没泡过的疯婆子类型，当下施展魅力想要一清方泽。然而何李玉却不吃这一套，他更喜欢有内涵的男人。常欢首次遭遇了泡妞事业滑铁卢。翌日，兄弟3人坐在一起吃早餐，聊起婚姻和女人。常满不以为然，认为自己只是多穿了件衣服。常欢也表明了自己只泡妞不负责的观点。他们一个家里饭不吃要去吃野食，一个什么都往碗里扒拉。对此常叔不敢苟同，认为两人的三观简直歪到了姥姥家。吃过早餐，常叔来到成人教育中心，他是这里的插花老师。巧的是，不久前无双也在这里任职，教的是他的拿手绝活足底按摩。两人从进电梯就开始互掐，最后谁也没讨着好。新课开堂，常叔的学员们都被无双抢走，为此他不得不用计夺回。学员们见识过无双的暴力行径后，纷纷还是选择插花。被学校辞退的无双当即来到常家，要将常叔碎尸万段。好在被常爸常妈及时劝下，并将他们各自心上人婉君和佳明的来信交给二人，两人这才鸣金收兵。此时为了攻略何李玉，常欢将自己包装成了电影迷，还特意制造了独处空间，想借着赏月将其拿下。结果不光没有进展，还得知对方明天一早就要去东京看电影节。翌日，常欢马不停蹄赶往东京，给了何李玉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彼时新片《生死恋》上映，常欢急中生智换上了男主的造型，终于将何李玉收入囊中。事后更是答应何李玉永远爱他。大哥常满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绝情，邀请程大嫂在西餐厅吃烛光晚餐。程大嫂隆重地打扮了一番赴约。为了帮常满省钱，程大嫂拒绝了小提琴表演，还只要了一份蛋炒饭，奢侈一把加了个蛋。常满非但不觉得妻子贤惠，反而认为他小家子气。这时情人打来电话，坚持要过来和常满一起吃饭。常满只能假装电话是领导打来的。程大嫂闻言体贴地表示，如果有事自己可以先回去。常满巴不得他快点走，也不管老婆肚子饿不饿，赶忙敷衍几句让他离开。就这样，老婆和情人在餐厅门口擦肩而过。等情人坐下，常满叫了几个贵价菜，开了2瓶好酒，甜言蜜语张口就来，这是程大嫂一直都没有的待遇。晚上，情人送醉醺醺的常满回家，这下东窗事发，常满不敢面对，继续装睡。情人大言不惭，表示自己不想破坏两人的婚姻，但也不想别人阻止自己和常满在一起。程大嫂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当即就要收拾行李离开。情人赶忙说，如果程大嫂走了，自己岂不是成了坏人？简直又当又立。常叔站在女性的立场上，坚决支持大嫂离开。本想做戏激一激常满，结果没想到真的送走了大嫂。第二天，常叔几次3番劝常满接回大嫂，他都十分敷衍。情人也马上登堂入室鸠占鹊巢。对于情人的到来，除了满面红光的常满，大家都表示不欢迎。常爸常妈更是一唱一和讽刺了他一番。常叔也要给情人一个下马威，他表示作为媳妇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，全都是些简单的事情，于是便将家务一应交给了情人。与此同时，常欢正在家里约会新女友。何李玉打来电话，常欢甜言蜜语张口就来，表示十分希望他马上出现在自己面前。
结果何李玉真的给了他这个惊喜，偷偷来到常家敲开了常欢卧室的门。常欢大吃一惊，为了不让自己的2个女朋友见面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终于忽悠走了何李玉。结果只成功了一半，他和新女友太过激动，一前一后摔到了何李玉面前。2个女友质疑对方是谁，对峙一番后重拳出击，打飞了渣男常欢。常欢身手敏捷，平稳落地，接着躲过了迎面驶来的汽车以及婴儿车，最后却被一颗小小的鸟弹砸伤，送往医院。经过医生鉴定，常欢是少见的20多岁脑门骨还没长好的人，所以一个鸟弹就砸坏了他的脑子，患上了丧心病狂间歇性身体机能失调症，简称傻子。常欢的几个女友闻言一哄而散，他从花花公子变成了人人嫌弃的累赘。为了照顾不能自理的常欢，常满为他请来了一个护工，不是别人正是何李玉。何李玉穿着《危情10日》变态女主的衣服，2人的情形也和影片中别无二致。他这次来就是要杀了常欢这个负心汉，结果几经波折，不仅没能成功，还让他越发心软。此时离开常家的大嫂开始四处找工作，她来到卡拉 OK 做伴唱小姐，因为形象问题被质疑是清洁大妈。常叔来探望她，大倒苦水说常满的新老婆如何将家里搞得乌烟瘴气，并嘱咐大嫂要注意身体，早日振作。但凡做了家庭主妇，青春靓丽的情人也会变成满身油烟味的黄脸婆。常满开始借口不回家，下班后和同事来到卡拉 OK 放松，没想到伴唱的小姐就是前妻程大嫂，此刻却已经完全改头换面，成了常满高攀不起的样子。回到家，因为保险丝被烧，屋里黑漆漆一片，常叔折腾了几个小时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无双看不下去，到厨房帮忙，2人说着又斗起了嘴，话题不知不觉说到各自的心上人。常叔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跟无双来电，话音刚落，2人双双触电，好在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似乎有个瞬间常叔阳刚了不少，无双也小鸟依人了很多。另一边，常满和大嫂彻底角色互换，从前是大嫂追在他身后，如今常满不仅买下12万的镯子送给大嫂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给她听。从前漂亮的情人是红玫瑰，大嫂是那抹遭人嫌弃的蚊子血，现在大嫂成了白月光，情人就是衣领上的米饭粒。在何李玉的照顾下，常欢好了起来，2人似乎也重归于好，只是何李玉一直不能确定常欢是否会再度伤害他。几天后是常爸常妈的60大寿，程大嫂送来贺礼，不顾众人挽留离开。情人看到常满对大嫂的态度，正应了那句追的时候当快宝，娶回来就当根草。他当即撂挑子不干。何李玉也前来祝寿，常爸常妈早就认可了他这个儿媳妇，还给他包了红包。何李玉来到后院，却发现常欢身边围绕着一群莺莺燕燕，常欢也开心地和他们调笑，随后突然倒地抽搐，女孩们害怕地跑开，只有何李玉上前将她扶回卧室。常欢却突然醒了过来，果然无论他是风是正常，都只有何李玉不离不弃。他一本正经地向何李玉表白，对方却甩开他的手，留下一句你让我太没有安全感，便转身离开。常欢不懂安全感是什么，但他还是追上了何李玉，表示已经将他纳入了自己的人生规划，并认真地说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人。何李玉终于放下芥蒂，答应了常欢的表白，这次能成功，造型方面加分不少。这时无双和常叔念念不忘的佳明表哥婉君表妹也先后赶来，2人此番是来宣布喜讯的。他们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一起，打算喜结连理。这喜讯对无双和常叔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，2人只能硬撑着祝福，随后躲回房间大哭一场，哭着哭着都觉得对方人不错。想起前几天触电的经历，他们决定再来一次。这一世还真就歪打正着，2人性格互换，常叔变成大大咧咧的男子汉，无双则小鸟依人起来，2人从此对头变成了腻腻歪歪的小情侣。为了帮常满挽回大嫂，全家人一起出动，终于劝回了大嫂。不久后，几对新人在同一天喜结连理，常爸常妈也凑了个热闹，大家庭在天，新人喜事不断。最后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